村里的路年久失修，村民们决定集资修路，我出100万占了大头。结果村里规划的路线却没有我家。村长说村里的路那是大家的路，修到哪里大家说了算。强子，这你可就误会我了，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吗？要是我能做主，别说修到你家大门口，就是修到你家院里都行啊。我笑了，家家都修到了大门口，连村长的鸡舍狗舍都有路，我家反而没有。好好，这么完事吧。我第2天就带着全家离开，钱我不出了，村路就烂在那里吧。强子，你快回来吧，村里修路的图纸已经贴出来了。一大早，妈妈给我打来电话，村长办事还挺有效率的，图纸都出来了。我又不会修路，也帮不上忙，就不用专门回去了吧。我打开免提，一边刷牙一边说道：老人上了年纪就是这样，丁大点的事也要兴师动众。村里修条路还让我回去一趟，我不回去那路还不修了？不是啊，强子，村里修的路没咱家的。妈妈又解释了一下。没咱家的？啥意思？我有点懵，没听懂妈妈的意思。你爸看了图纸，村里的路不修到咱家，为这事你爸都跟村长吵架了，你快回来看看吧。妈妈的声音听上去真的很急。啥？握着牙刷的手一下就顿住了。妈你别急，我这就回去，看住我爸，别让他出门了。我连忙漱了下口，扯过毛巾胡乱擦了，把脸套上衣服就走，一路紧踩油门往回赶。刚一进村，路况立马就奇差无比，坑坑洼洼，坎坷不平。要不是我开越野车，根本就进不来。我家住在村尾，是最后一户。这一路颠得我差点没吐出来，勉强把车开回家。强子，你可回来了，快去劝劝你爸，还生气呢。听见动静，妈妈早早就在院门口等着了，拉着我的手小声说道。进屋就看到爸爸板着脸坐在那抽烟，一看就是心情不好。爸，儿子回来孝敬你了。说着，我把从车上拿的2条烟放在爸爸面前。王二蛋那狗日的，村里修路，偏偏把咱家落下，我找他理论，还跟我瞪眼睛，说什么要服从村里安排。我服从他奶奶个腿！爸爸扔掉手里的烟头，气呼呼地骂道：村长的名字就叫王二蛋。爸，这回你应该沏杯好茶，点根好烟，打开电视看回动画片，让我妈炒2个小菜，中午开瓶 AD 钙奶，美滋滋的多好。我按着爸爸的肩膀，笑嘻嘻说道：臭小子，回来拿你爹寻开心呢。爸爸瞪了我一眼骂道，随即忍不住笑了。爸，不就是修个路吗？为这点破事生气不值当。你在家歇着，我去村委会看看，要真有人欺负咱，看你儿子收拾他。我拍着胸脯说道。用你收拾？往前到30年，他王二蛋敢跟我咋呼，早打得他五眼朝天了。爸爸又点上根烟，不屑地说道：是，您老当年从村头打到村尾，就没遇见过对手，这也就是您今天心情好，要不他王二蛋就变成王一蛋或者王无蛋了。我赶紧附和。你小子一天天都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点正形没有，滚滚滚，看见你就烦。爸爸一愣，抓起烟盒朝我扔过来。得嘞，我笑嘻嘻敬了个礼，朝村委会走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总算把老头哄高兴了。这里是东山村，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外出打工赚钱，然后开始做起了药材生意。如今我的生意做得不小，在村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。前几个月村子的路年久失修，于是村里就提议大家出钱出路，我出于村集体的一份子，主动出了100万占大头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出这么多钱，居然路还修不到我家。倒不是我出钱多就想要特权，而是这事儿太离谱了。村委会院里的公示栏上贴着新修村道的规划图，还专门加了条说明：东山村村道规划图公示期7天，有任何意见可到村委会反馈。不伦不类的。我盯着图纸认真看了起来，一看我也是一肚子火。难怪爸爸找村长理论，要换成是我，没准都得打起来。看完图纸，我忍着心头的不快进了村委办公室。说是办公室就是间平房，摆了几套桌椅，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专门盖的，平时也没人来。不过今天里边却坐着不少人。哟，都在呢。我看了一眼，都是村委成员，随口打了声招呼。强子回来了，快，把你那好烟拿出来，让我们也开开荤。村长抬头看见我，张口就要烟。我掏出一盒没开封的华子扔在桌上，几只手立马伸过去，眨眼的功夫就只剩下烟盒了。就算是不抽烟的，也得拿上1-2根。我太了解这些村民们的秉性了，有便宜不占，那就等于吃亏。村长，找你有点事。我冲村长甩甩头，示意他出来说话。呼，村委正在研究重大事项，有什么事完了再说。村长喷出一股烟雾，小眼珠转了转，找了个理由应付我。哼，这还拿上派了，抽着我的烟，一点没有拿人手短的觉悟。多重大的事项，我也听听。我随手拉开一把椅子坐了下来。强子，
村委正在召开会议，无关人等不得参与，防止机密泄露。村长敲了敲桌子，抬高音调提醒我，显然对我就这么坐下很不满。得了吧，咱村能有什么大事？顶破天也就是东边嫁娶西边丧葬，这也能算机密？我满不在乎地掏出一盒大众酒，自顾自点上抽了起来。本来就是村里这帮一个个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的货色，指望他们谈机密？他们嘴里的机密，不是谁家的老婆偷了汉子，就是谁家的男人找了寡妇，全都是些鸡毛倒灶的破事，比老太太的裹脚布还不如。众人的目光瞬间从我的脸挪到了烟盒上。村长的咽了口唾沫，不过他手里那根华子还没抽完，倒也不好开口再问我要烟。再说，按照国家规定，村民作为村集体成员是有资格参加村委会议，并且提出意见的。我轻咳一声，拉回大家的视线，又说道：“有这规定吗？”村长脸上立刻挂满了问号，几人对视着，谁也没吭声。村长，孤陋寡闻了吧？我轻笑一声，满是不屑。有这规定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忽悠这帮家伙是足够了。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。散会。村长脸色一僵，拍了拍桌子，宣布散会。尼玛，扯了半天扯犊子呢！我忽然有种跳上桌子跑过去，把烟头摁在村长脸上的冲动。村长，村里的路到底是怎么规划的？为什么不修到我家？我家不配有路吗？等屋里的人都散了，我起身走到村长旁边坐下，直奔主题。强子，这修路可不是小事，那是要算总账的。你家是村委最后一户，修过去就得多铺几十米，这不划算呐。村长掏出一根他自己的烟递给我，故作为难的解释：“别跟我扯这个，最后一户就不是村里的一份子了。全村113户，家家户户都把路修到了大门口，唯独落下我家。村长，你这么办事是不是有点厚此薄彼了？还是说我家是软柿子，好捏？”我没接村长的烟，斜着也没好气的问道：“强子，这你可就误会我了。村里修路那是集体的事，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吗？要是我能做主，别说修到你家大门口，就是修到你家院里都行啊。”村长说着还委屈上了。得了吧，那规划图可就在院里贴着呢，用不用我撕下来给你看看？你做不了主，为啥到你家连后院和鸡窝都把路修上了？这就不怕多花钱了？这跟假公济私有什么区别？我一甩手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我家的确在村委，可这也不是修路落下我家的原因啊。那张规划图上，村长家前门后门就连鸡窝都标记上了，咋的？我家连村长家的鸡都不如备？强子，你跟我说这些没用，修路那是村民们一致决定的，怎么修也得按大家伙的意见来。我是村长，村里大事小情都离不开我，给我家多修2条，也是为了方便村民们找我办事嘛。你说我假公济私，那可就冤枉我了，我这都是为了村民们服务。”村长还在狡辩，还为村民们服务？咋的？你家的鸡也要为村民服务？行啊，村长，这些年村长没白当，本事没见长，官话说的倒挺溜。就你这水平，换套行头说，你是乡长都有人信。我冷笑一声，嘲讽道：“是吗？”村长眼睛一亮，还真以为我在夸他。还是吗？我就那么一说，你还真信啊？我撇撇嘴，气得村长脸都黑了。行了，我没时间跟你在这扯淡。修路这事，不管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别人的意思，这条路必须修到我家门口。你听清楚，这是要求，不是请求。说罢，我直接站起来准备离开。强子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生意有俩钱就了不得了，还命令上我了？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路就得按图纸上画的修。我说的。村长恼了，一拍桌子，冲我吼道：“王二蛋，我他妈是不是给你脸了？跟我拍桌子，你他妈真拿自己当干部了？跟我爸吵架那事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还他妈蹬鼻子上脸，好声好气跟你说话不听是吧？来，你再拍一个我看看。”我居高临下看着村长，指着他的鼻子训道：“是不是我这几年太低调，让这老杂毛忘了之前在我跟前低三下四的样子，觉得自己又行了？真当我强子提不动刀了？强子，村里的路那是大家的路，修到哪怎么修，那也得大家说了算，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。”村长吓得一哆嗦，缩着脖子老实了不少。啪啪啪，我直接鼓掌，这话说的太他妈有水平了。既然村长你拿大家说事，那这路爱怎么修怎么修，我不跟你争。村里的路是大家的路，那我的钱总不是大家的钱吧？这修路的钱我不出了。看着被掌声弄得一脸懵逼的村长，我直接说出了临时突然做出的决定。村长傻眼了。真正让我愤怒并且直接跟村长发火的原因，并不是村里修路没修到我家门口，修路是惠民便民的事，是全村的福利。如果是上级可怜我们村拨款修路，那不管怎么修我都没意见，哪怕这条路离我家108000里，我屁都不会放一个。可问题是，这条路是村民自己出钱修的，而且
其中一大半的钱是我出的。要修路，我举双手赞成；要出钱，我也没意见。到最后，这条路跟我家没关系，这我怎么能接受？这就跟种地一个道理。村里有块空地，村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大家一起种，免得浪费了这块地。从翻地播种到浇水施肥，我一样没落下，还是最卖力的那个。结果忙了大半年，临到秋收，我却被一脚踹了出去。别人跟我说，这块地的收成跟我没关系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要多分多少，只求和别人一样就行了。可这样的心愿都满足不了，换成谁能不生气？村里只有一条从我记事起就有的土路，听村里的老人说，好像是上个世纪打仗的时候军队修的，时宽时窄，时高时低，尤其一下雨，那更是泥泞不堪，走路都得像练轻功似的蹦来蹦去，一不留神就会崴了脚。因为这条路，村民们吃了不少苦头。这些年有不少人提出过修路的建议，可都因为没钱放弃了。上个月下了场暴雨，几天都没停，村里不少人扭了腰摔了腿，村长的老娘更是一个跟头摔进了医院。修路的事又一次被提了出来。这几年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，家家户户都有点存款。细说起来，东山村能从一个省级贫困村脱贫致富，我举手恭。为什么？高考落榜的我，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，放弃了复读，开始打工赚钱养家。可打工能赚几个钱？没日没夜加班赚的那点加班费，只能保证一家人的温饱。我不甘心自己身上一辈子都贴着穷酸乡巴佬的标签，开始尝试转变。摆过地摊，当过中介，贩过水果，开过饭店。在一次次的尝试中，我找到了自己的路，做起了药材生意。当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，虽然不是人人暴富，但真的没有多少人还会为了吃饭发愁。兜里有零钱，银行有存款，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。一个地球几十亿人，有几个不生病，又有几个不怕死的？刚干这行第一个月，看着银行卡里的流水，我都怀疑自己卖的是不是太上老君的仙丹。还说什么贩毒、炒股，这他妈才叫暴利好不好？而且还是合法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门心思扎进去，专门耕耘这一块。短短几年间，我迅速积累了财富，生意越做越大。至于我的存款有多少，不敢说也不能说，怕有人嫉妒，有人羞愧的想自杀。我在会所开10万一瓶的酒，叫10个家里排队给我备出师表的时候，东山村的村民还在纠结是现在买13一斤的猪肉，还是等赶集的时候买12块9的。东山村的耕地本来就少，要是种粮食，除了挨饿没有第二选择。要不是上级领导体恤，一年到头吃不上肉的大有人在。也不知道是从哪一辈开始，村里都开始转行种药材了。同样的面积，药材的经济价值肯定比农作物高的。正好我也是干这行的，就把村里药材的销售包了。不管是同情村民们也好，还是为了给自家长脸也好，反正我每年定期按市场最高价收购。短短几年间，全村的变化肉眼可见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大瓦房，存折上的余额也在不断增加。拍着良心说，东山村的药材收购我赚不到钱，有时候甚至还要倒贴钱。虽然一早就谈妥了1300的抽成，可这点钱根本不够。别的不说，光是进村装货的车队，临时加价就是必槽。为什么？路太难走了。可我有什么招？总不能去跟村民们商量，让他们负担多出来的成本吧。我只能自己亏本贴钱，带着村民们发家致富。无二，只图大家能念我个好，知道我强子就算有钱了，也不忘乡亲们。好在我的生意够大，一个村子也不至于让我贴得太多。说句托大的话，东山村113户，除了我家，其他人都是靠着我才能吃上饭。我不求他们对我立庙塑像，早中晚3根香，只希望他们能记住我的好，对我爸妈好一点。因为我爸妈就在村里住。可事实证明，一心一意的付出，不见得能收到回报。村里要修路，所有人都支持，但是修路的钱得村里自己出。村委会除了那间办公室，分逼没有，修路的钱只能村民们承担。王二蛋跑前跑后联系工程队，也不知是从谁那得知的报价，要修好完这条路，预算得130万。东山村113户，平摊到每户也就1万出头。可100是一张，1万就是一沓了。这笔钱每家都能出得起，但没有人舍得出。村里召集全村村民开了几次会，最后都变成了哭穷大会。再这么折腾下去，下辈子才能把路修好。为了不让我爸妈重演村长老娘的悲剧，我带头宣布出资100万，剩下的30万均摊到每家也就几千块。修路的事当天就定下了。可没想到，修路项目出资77%的我家，竟然跟这条路没关系。这他妈比白嫖还过分啊！全村都靠着我吃饭，不感激就罢了，还想着欺负我，这什么人性？不掐着他们脖子给他们几耳光，是不是都分不清大小王了？强子，修路是大事，
一开始都商量好的，临时变卦可不行。你要是不出钱，那这路可就没法修了。你这是跟全村作对啊！村长一听我不出钱了，小眼珠一转，立马开始劝我。当然表面上是劝我，实际上是威胁我，少拿全村说事，我又不在村里住，咋地？我要是不出钱，还有枪毙的罪过了。我不屑地说道：“那得召开全村大会了，这可是集体的事。”村长见我没被吓到，小声嘟囔道：“那就开呗，村委会不是有大喇叭吗？你现在就去通知开会。村里修路我出钱最多，结果把我撇下了，我倒要看看谁能跟我说出个1、2、3来。”我直接僵决。村长那点小九九我还能不知道？想借着全村来向我施压，逼我妥协罢了。这不好吧？村长犹豫了。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这种事，几辈子没发生过了。哪怕是决定修路这种100年头一回的事，也只是跟各家各户通了个气，征求意见而已。那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反正不把路修到我家门口，这钱我是不会出的。我耸耸肩，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强子，这是要得罪人的。”村长纠结了半晌，最后跺跺脚去广播了。得罪人？都这时候了，我要是还怕得罪人，那我们一家以后还不得被人按着脑袋欺负？还好意思装出一副为我担心的嘴脸，真当我不知道他王二蛋是什么货色？不管啥事，永远都是出力最小，拿好处最多的。全体村民注意！全体村民注意！村里修路的事有变故，所有能动弹的村民以最快的速度来村委会。重复一遍，村里修路的事有变故。村长那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，通过大喇叭在全村的上空飘荡。很快，村民们陆陆续续赶来，不到半个小时，能来的人都到了。村委会本来就不大的院子里，很快人满为患。村长跑前跑后联络自己的心腹，我爸妈也来了。强子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还开上全村大会了？一看到我，爸爸不解地问道。我让王二蛋把人叫来的，咱们村这帮人有点欺负人了。我没好气地说道，低声给爸妈解释了一下来龙去脉。强子，这不太好吧？这么一弄，等于把全村的人都得罪了。就算这路修到咱家门口，以后还怎么跟人相处？要不还是算了，不修就不修，大不了我跟你爸弄点砖头铺上，反正就几十米，也没啥影响。妈妈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，一听我要跟全村的村民硬刚，第一反应就是担心，生怕因为修路的事跟村民把关系闹僵了。怕个蛋，咱又不欠他们的，还得看别人脸色过日子。村里修路，各家各户都出了钱，凭啥落下咱家？谁敢拿这事刁难咱家？看我不大嘴巴抽他！没等我说话，爸爸直接霸气地说道：“讲道理就行了，没必要动手，都是乡亲，撕破脸，面子上也过不去。”妈妈向来以爸爸的意志为主，但还是有些担心。放心吧，妈，今天这是咱家战例，你和我爸先回家，这点小事我自己就能处理了。我安慰了妈妈一句，让她和我爸先回去。谁知道一会会发生什么事？没准2句话不对付，都得动起手来。我可不想让二老看见了担心。没事，我们就在这看着，真有那给脸不要脸的，我饶不了他。爸爸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我明白，不是他想要看热闹，其实是担心我吃亏。好吧，可别脾气一上来就跟人干起来啊！我真顶不住了，你再出头也来得及。我知道劝不动爸爸，只能给他打预防针。村长，挨个谈话，你搁这联络感情呢？赶紧办正事，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，村长还跟个跳蚤似的窜来窜去。我一把揪住他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强子，就不能对你叔尊重点？”我用这种语气说话，让村长有点伤自尊。他故意瞪着眼睛训斥道：“只可惜那双绿豆眼瞪得再大，也勉强就是黄豆的水平，实在没威慑力。尊重尊重，快点吧！”我应付差事的点点头。大家都安静一下。村长搬了把椅子出来，站在上边大声喊着。院里稍微安静了一点，村民们全都扭头朝着村长看过来。村长，你在广播里说修路的事有变故，到底是咋回事？村长着急忙慌地把我们喊过来，有事赶紧说，家里还有一堆活要干的。村长的1、2号狗腿子李旺和王福故意问道：“咱们村不是要修路吗？强子呢？他不同意村里的方案，所以他不打算出钱了。修路这事都已经定下，就等着开工了。这么一闹，那这路还怎么修？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，一起商量下，这路到底是修还是不修。”村长扯着大嗓门解释。虽然事情的确是这么回事，可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就好像是我拦着不想让村里修路似的。好一招祸水东引，分明就是要把我推到村民的对立面上。我冷笑着看向村长，并没有当回事。反正钱在我手里攥着，出与不出，全凭我自己做主。不让我满意，我就不信还有谁能逼着我出这个钱。啥？强子，你这是要干啥？都定好了的事，怎么能说变卦就变卦呢？就是啊，强子，之前开会的时候，你不是也支持村里修路吗？怎么临到动工又改主意了？强子，都一个村的，修路那也是给村里修，
你这么做事就太不地道了，强子！村长引来的哪是祸水，简直就是洪水。村民们七嘴八舌冲我嚷上了。很明显，他们接受不了我撤资，也不同意我撤资，喊什么喊什么，仗着人多欺负我家强子。我还没说话，我爸先忍不住了，站出来维护我。谁敢欺负你家强子？现在是他欺负我们好不好？修路这事咱们全村盼了多少年了，好不容易定下了，他突然又不干了，这不是坑大家吗？有人不客气地回怼我爸，咋的？没了强子，这路还修不了？我家强子啥时候这么重要了？村里修路村民集资，就差我家那一份钱了。再说这路也没修到我家门口，我们不出钱，那也合情合理吧？你们一个个喊什么？还有你个狗日的王二蛋，在这挑拨什么是非？大老爷们净干娘们事，不服气站出来，咱们刀对刀枪对枪干一场。我爸的魂劲上来了，一撸袖子喊道。我妈紧张地拉着我爸，生怕他一冲动再跟人打起来。啥情况这是？村里集资修路，你不打算出钱了？我以为你找王二蛋能谈到什么呢？合着就这釜底抽薪的招，真以为自己赚2个钱就飘了？你这法子能拿捏住谁？到头来还得让人背后笑话你小气。对完了村民，我爸回过头来又训了我一顿。他以为我是不想出集资的这笔钱了。我苦笑着不知该怎么解释。叔，还真就差你家那份钱，村长找人算过了，修路得花130万，你家强子出100万，他要是不出这100万，那这路还怎么修？李旺歪着脖子说道。要不是看在邻里街坊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儿又实诚，才不会出这100万。我爸呵呵一笑。不过他要不出钱，那我也支持他。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打算出这么多钱，既然是集资修路，那全村平摊就是了。可村里开会商量出钱的时候，没有一家愿意出钱的，不是家里揭不开锅了，就是连孩子的学费都凑不出，一个个就像是刚才乞讨现场赶回来的一样。眼看着没法继续开会了，村长就给我挖了个坑。难怪我爸总骂村长是狗日的，这老东西真是不干人事。强子，你是咱们村最有出息的，见过大世面，要不是怕耽误你的生意，我这个村长的位子的都想让给你做。咱们这穷乡僻壤的，大家都没什么文化，一说要出钱就都蔫了，烂泥扶不上墙。你给大家带个头打个样。村长直接就让我先表态。当时我也没太在意，就说我同意修路，对集资的事没意见。然后村长和村民们就开始狼狈为奸，集体捧杀我。强子，你是做大生意的大老板，最不缺的就是钱。你说这修路的钱该怎么出？那还用说吗？强子肯定是要起表率作用的，肯定少不了。咱们村几百年没出过强子这样的人物，真是光宗耀祖啊！我上回去城里一提强子，人家都认识，真是了不得。就这样，在一声声吹捧和忽悠下，我被架在了火上。原本我只打算出5万的，又提到了10万、20万、50万，最后变成了100万。其实我真有那么好忽悠吗？当然不是，听几句好话就找不着北，那是纯傻。我知道村长和村民们联合起来给我做套，可只能硬着头皮往里钻，因为我爸妈就在村里。我无数次提出想把他们2老接到城里去住，可每次爸妈都以不习惯太麻烦、没熟人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。我真的理解不了这乡下到底有什么好，他们住了一辈子还舍不得离开。爸妈岁数都大了，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弱，万一哪天出门跟村长他老娘似的出点什么意外，那我后悔都来不及。100万就100万吧，修好了路我回家也方便，爸妈走着也安全。再说我家是村里的首富，就当是给村里做贡献，给我爸妈在村民们面前挣个面子。只要我爸妈过得舒服，这钱花的就值。当然了，虽然是100万，但也就相当于零花钱罢了。不过我心甘情愿当这个冤大头出钱，为的不就是能修一条直通家门口的路？可就这点心愿都不能满足，我要是再答应给钱，那就是傻逼了。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。修路修路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，就差那几10米吗？再说一句，这路不修了，这钱我们不出了，见村民还想说什么？爸爸又提高了声调。叔，这都定好的事，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呢？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就是当初可是强子自己答应要出100万的，我们谁也没逼他，现在一句话就不出了，拿我们当猴耍呢？修路可不是为了谁一家，那是全村的事，你说不修就不修了。一听我爸也说不出钱了，这帮人顿时就不干了，纷纷把矛头对准我爸。闭嘴，到底是谁欺负谁？我当初答应出钱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修路？你他妈还好意思说修路是全村的事？出钱的时候一个个跟孙子似的往后躲，现在都牛气了是吗？你们这些人有一户算一户，路都修到家门口了，凭啥到我家就没了？大头让我出，修的路跟我家没关系，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一个个还有脸在这叫唤，我家欠你们的。我把爸妈护在身后，冲着那些家伙问道：那不是统一规划，为了大局考虑吗？
村里凑的钱也只够修那么长，谁叫你家在村尾呢？又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想修到你家门口，那就把那几十米的钱补上不就完了吗？李旺不服气的狡辩。嘿，李旺，最近跟着王二蛋长本事了，还他妈学会犟嘴了。你们这帮人到底有没有点良心？真拿我当绵羊，逮住就往死里薅。什么他妈统一规划，考虑大局？你们都规划上了，你们都是大局，就我家是后娘养的是吗？王二蛋家前门后门连鸡窝都安排上了，我家出钱最多就安排不上，是不是都觉得我脾气好，觉得我家好欺负了？做人要讲良心，你们要是这么办事，那这修路的钱我还就一分不出了。爱咋地咋地，有种拿刀架我脖子上，逼着我把钱出了，没那个种就少逼逼，我肚里的火一下就窜了起来。道理都讲得这么清楚了，还跟我扯东扯西，这不就是欺负人吗？强子，我看是你飘了吧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做生意赚了几个钱，就不把大家放眼里了？告诉你，我还就看不惯你那牛逼哄哄的样，整天好车开着，好烟抽着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要不是大家重要才给你供货，你的生意能做起来吗？现在还跟我们大呼小叫上了，你算老几啊？修路是村集体决定的事，你要是敢扯后腿，那就是故意损害全体村民的利益。王福也跳了出来，指着我说道：小夫子，你我爸一听就要上前理论，被我拦住了。行啊，王福，这2年硬气了啊，忘了之前端个破碗挨家挨户蹭饭的德行了。我就牛逼了怎么的？看不惯你咬我呀？还他妈给我扣大帽子，你算个呆啊？跟我叫唤，你配吗？我损害谁的利益了？你给我说明白。这钱我还就不出了，怎么地吧？报警抓我，上法院告我，我倒要看看谁能让我把这钱掏了。这话也是对你们每个人说的，说话做事之前先掂掂自己的斤两。王二蛋，你又缩到壳里去了。村里修不修路你们自己商量，100万我是不会出了，1分都不出，有招想去，没招死去，我不再客气，直接撕破脸皮跟村里这帮人刚上了。强子，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真以为东山村离了你不行是吗？告诉你，这路没有你我们照样修，不就是多出点钱吗？好像谁出不起似的。你们一家以后别想在东山村待了，滚出去！村长被我对得下不来台，气急败坏的吼道：滚出去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！村民们一声高过一声，举着手齐声喊道，看向我们的眼神就好像有着血海深仇一般。好，好，好，爸妈，咱们走，我的心一阵冰凉，不再多说，拉着爸妈回家。强子，你这么一闹，等于把村里人都得罪了，以后咱们还怎么跟人家打交道啊？回到家，妈妈有些担忧的说道，人家都骑到咱们脖子上拉屎了，还惯着他们干啥？要我说，没打他们的都是轻的，一帮不要脸的东西合起伙来欺负咱们，爸爸顾不上计较后果什么的，他也被气到了。爸妈，咱们搬家吧。我思考了片刻后突然说道。啥？爸妈被我的话惊到了。强子，就算今天闹得有点不愉快，可也用不着搬家吧？你还担心他们报复咱家？爸爸不解地问道。我点点头。他们敢？爸爸一瞪眼睛站了起来。爸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我扶着爸爸坐下，给他点上烟。你和我妈在村里住了一辈子，咱家也没做过什么大奸大恶的事，按理说人缘应该不差吧？之前我一直想不通，村里修路咱也支持，我还是出钱最多的，为啥偏偏就把咱家落下了？刚才我突然明白了，他们就是故意的。你听他们说的话，好像我做生意是靠着他们才赚到钱的，他们心里不平衡啊，凭什么咱家就比他们有钱？这人一旦生了嫉妒心理，那就开始憋坏水了。从我开始做生意这几年，村里这帮人表面上不说，背后打了咱家多少主意，占了咱家多少便宜。就那李旺，去年他结婚来咱家缠着我，又是套关系又是哭穷，要在城里订酒店，要雇车队，还死皮赖脸让我给他随份厚礼，说是脸上有面子。好家伙，就差连彩礼也让我给他出了。看他刚才那架势，就差扑上来咬我一口了。这种人根本就不记情。村里这些人穷了一辈子，不想着赚钱过好日子，整天琢磨算计人，说句难听的就是一群刁民。说着说着，我也是一阵火大，点上烟使劲抽了几口。爸妈都不吭声了，我说的他们又何尝不知道，只是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，人情的观念早就根深蒂固，有时候明知道吃亏也只能忍着。当年我做生意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，思想还是农村人那一套，衣锦还乡，再盖一栋大房子，让村里人都知道我赚钱了，我家的日子好过了。一个也是农村出身的老板得知我的想法后，给我讲了个锦衣夜行的故事。恨人有笑人无，这不是当下很多人的心理写照吗？为此引发的矛盾还少吗？我立马改变了主意，在城里买了房子，想接爸妈去住。可二老不愿意，我只能尽所能让爸妈吃好点穿好点，过得舒服点，同时一再叮嘱他们
财不露白。可我都这么低调了，却没能隐瞒多长时间。村民们来我家串门，看到桌子上的大鱼大肉，我每次开车回家，给妈妈的营养保健品，给爸爸的好烟好酒。后来我帮村里销售药材的时候，村长他们在城里也见识到了我的生意规模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村里谁家办个红白喜事，谁家有个头疼脑热，都开始来我家化缘。虽然嘴上说是借，可从来没还过。即使这样，他们还是不满意。他们是仇视我们家的，如今借着修路的由头，先从我身上敲一笔，顺带着再欺负一下我家。修路真的就差到我家那几十米吗？怎么会？村长家的鸡窝都能修上，就差扑到我家门口。他们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，让他们获得一种报复的快感罢了。在他们心里，我比他们有钱，那就是原罪。哎，咱们村这帮人心都黑了。爸爸静静地抽完一根烟，叹了口气说道：那咱们跟着强子走。妈妈征求爸爸的意见，住了一辈子了，就这么走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爸爸犹豫了一下说道。我心里一喜，这是动摇了。爸，这穷乡僻壤的有什么舍不得的？进城住着，干啥都比村里方便，住着也舒服。我那房子旁边就是公园，全都是老头老太太，锻炼的下棋的跳舞的，你们去了也能交点新朋友，总比守着这帮没良心的白眼狼强。说实话，今天这事一出，你们再待在村里，我是真不放心。谁知道这帮人能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？万一点个火下个药啥的，这事又不是没出过，到时候我就算把他们撕了，也于事无补。再说，你们去城里也能帮我分担点，万一过2年生个孙子孙女，我还指望着你们帮我带呢。我绞尽脑汁寻找各种理由说服爸爸。行，进城当了一辈子农民，咱们也当回城里人，去享享福。爸爸一拍大腿，做出了决定。我知道，真正说动他的，就是最后那一句，说走就走，我那什么都不缺，家里这堆破烂也没有带进城的必要。让爸妈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贵重物品，把大门一锁，直接回城里。村里这条还没开工的路，跟我家就没关系了，他们爱怎么修怎么修，就算给村长家厕所也铺上路，我也没意见。至于村里这些人，那就更没关系了。时间一晃过了3个月，我们一次也没回过村里，爸妈也已经彻底融入了城里的生活。妈妈加入了广场舞大军，每天早晚必跳2个小时，还有自己的舞队，隔3差5还有团建活动。爸爸也交了不少喜欢锻炼的老年人朋友，凭着重地练出来的力气，迅速在朋友圈内打响了名气。每天一到点就出门，不玩高兴了绝不回家。我估计现在要跟他们提回村里，绝对能给我扣上一顶不孝的罪名。唯一让我头大的就是爸妈对抱孙子的执着，每天都要唠叨无数遍，让我兑现诺言。问题是我现在连老婆都没有啊！这天正在谈业务，忽然接到了村长打来的电话。过去的3个月，我们可是一直没联系过。强子，这2天回来一趟，尽快啊！电话里村长用的是命令的语气。你谁啊？让我回哪啊？我明知故问。我是你蛋叔，这都几月份了，你还不回村里？村长的语气明显有些不悦。说什么呢？听不懂，我这还有事，挂了呀！我直接就把电话挂了。我当然知道现在是几月份，也知道村长叫我回村里干什么，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随后村长又连着给我打来好几个电话，都被我无视了。今年的药材市场行情低迷，药厂把价格压得很低，想卖出高价就必须有过硬的品质。不过好在我手里有不少靠谱的供货商，而且都是一手货源。最近我一直都忙着跟他们打交道，有时候一天得应酬7、8场。爸妈也算是体谅我，没再提孙子的事。第2天，我的办公室来了一群不速之客，是村长带着一帮村民来找我了，10几号人都快把办公室挤满了。带这么多人来，是向我示威的。我抬头看了一眼，示意秘书先出去，有什么事抓紧时间说，我一会还要去见客户。我很公式化的说了一句，然后低头看资料。强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村长几步走到办公桌前边，有些恼火的质问我。我说过了，有什么事抓紧时间说。我头也不抬的说道。强子，村里的药你什么时候去收？大家伙都等着呢。你不回来，打电话你也不接，这不是耽误事吗？村长拿起我办公桌上的烟盒，抽出一根自顾自点上吸了一口，把剩下的装进兜里。滚出去！我抬起头来向后一靠，看着村长冷声说道。都这时候了，还是一副我欠他们的口吻，真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啥？村长一下愣住了。在我的办公室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不准抽烟，听明白了吗？要抽烟滚出去抽，另外以后抽烟抽自己的，问都不问一声，这叫偷，懂吗？我就那么看着村长，面无表情地提醒他。强子，你怎么跟村长说话呢？李旺急着给主子出头，让你说话了吗？你谁啊？不想让我叫保安进来把你打出去，
就老实站着。真是的，什么死蛤蟆烂耗子也敢在我面前蹦跶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提高音调训斥道：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，我和这些人，或者说和整个东山村，就再无情分可言。不给他们好脸，我没有任何负担。你……李旺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村长悄悄把手里剩下一半的烟摁灭，又掏出兜里那盒烟给我放好，给李旺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去门口站着。这么一来，那些跟着村长一起来，还有些蠢蠢欲动的村民们立马老实了。强子，我不知道你因为什么事心里有火，可村里的事不能耽搁呀。再放下去，那药材就要掉水分，那是要掉秤的，你可不能拿大家伙的收成开玩笑啊。村长深呼吸了几口气，学着好声好气跟我说话了。不过这话听着还像是指责。哦，我听明白了，你今天来找我是让我去收购东山村的药材的。我故作惊讶地问道：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村长支棱着眼，很不满地说道：东山村的药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谁规定东山村的药材我必须得收购？我敲了敲桌子反问道：你前几年不都是你收吗？村长一阵气结：前几年和今年有什么关系？咱们是签了合同了，还是有哪条法律规定了？我不屑地笑了笑，又说道：强子，你也是东山村的人，你有责任和义务给东山村办事。这些年要不是大家种药材给你，你哪来的生意？现在想过合拆桥了？村长直接开始道德绑架。切，现在想起我是东山村的人了，修路的时候怎么不提呢？你们一家家一个个挖空心思算计我家的时候怎么不提呢？还有，说话之前先过脑子，什么叫大家种药材给我？说的好像村里卖药材的钱都给我了一样。我可一直都是按照市场最高价收购的，谁也没亏待过，别觉得自己委屈了。另外，我这从来不缺生意，跟我合作的药材商不少，东山村是最不赚钱的一个。我又是一撇嘴，愈发体会到这些人的无耻。在他们眼里，我的生意做得再好，都是他们赏赐的，所以我是欠他们的，必须要时时刻刻回报他们。谁算计你家了？你不要空口白牙在这造谣。村长想踩中尾巴的兔子顿时就急了。怎么？需要我一桩桩一件件搬出来细说吗？我直勾勾盯着村长反问道。他不吭声了。有没有算计过我家？算计了多少？他心里明镜似的。强子，我知道因为修路那事你心里有疙瘩，可你一个大男人总揪着那事不放干嘛？现在路已经修起来了，你不是也没出钱吗？这事就翻过去了，先办药材的事。村长切换了话题，还挺得意，那架势好像是在说，没有你我们照样能把路修起来。修好了？那修到我家了吗？我来了兴趣，坐直了问道。很正常，全村100多户，离了我这个冤种，每家多出个几千块，照样能把路修起来。村长又不吭声了。不用问，那肯定是没修。行了，我也没工夫跟你们扯淡，都回去吧。收药材的事以后别来找我了。我甩甩手，下逐客令。强子，做人别太过分，是不是觉得我好声好气跟你说话好欺负？告诉你，今天村民代表都在这呢，收购药材的事你必须给我们办了。村长见我一直冷嘲热讽，也忍不了了，拍着桌子吼道：怎么仗着人多吓唬我？还想搞强买强卖那一套？就你们这10来号人？啧，我这栋楼里有40多个保安，要不你再嚣张点试试？我慢慢站起来，双手扶着桌面凑近村长，冷笑着问道。村长大的脸一下涨成了紫茄子。强子，你这是要与整个东山村为敌，别忘了你家还在村里。你要想清楚这么做的后果。村长瞪眼盯着我，咬牙说道。呵呵，威胁我？你也就这点水平了。告诉你王二蛋，东山村还有我家的宅基地，还有我家的房子和田地，你可要给我看管好了。要是少了一块砖头一片瓦，我能让你赔得倾家荡产。不信你就试试。我揪住村长的衣领，轻轻向后一推。行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咱们走着瞧。村长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说着最硬气的话，做着最怂的事，带着那帮乌合之众狼狈离开。我是切身领教过这些人的德行了，给点笑脸立马就把自己当太阳了。今天我但凡口风松动一点，明天他们就会骑在我脖子上。至于东山村的药材，质量顶多就是个中等，收了也赚不到钱。既然没利润可言，又落不下好，何苦干这种傻事呢？反正已经跟撕破脸了，就不再抱有日后好相见的念头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按规矩来，以我的利益为先。又过了10来天，我正跟那位给我讲过锦衣夜行故事的前辈准备去参加一个商务会，结果被堵在公司楼下。整个东山村从老到小能动的全来了。我知道他们手里的药材卖不出去，急了。强子，你帮忙，把药材收了吧，我们一家老小指着这点钱吃饭呢。强子，王二蛋那狗日的一肚子坏水都是他挑拨的，我们不让他当村长了，他家门口的路都给他挖了。强子，
乡亲们凑了点钱，把路重新铺了，直通你家院门口。强子，村民们围着我七嘴八舌地叫道：“哎，你们这些人还要不要点脸了？之前喊着让强子一家滚出东山村的时候，可是比现在硬气多了。前辈老板是知道我的遭遇的，不等我开口就站出来说道：你是谁啊？我们找强子跟你有关系吗？就是轮得着你说话吗？又没问你，可显着你长嘴了是吧？村民们这会对我客气，可不代表他们也会对前辈老板客气，直接张嘴开喷。我是强子的大哥，我说的话他都得听，你们还要跟我嚷吗？前辈老板拦住正要解释的我，笑着看着那些村民说道：这一下没人敢吭声了。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人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良心都喂到狗肚子里了。咋了？现在手里的药材卖不出去，就愿意给强子家修路了？早干嘛去了？知不知道这些年强子为了给你们村卖药材亏了多少？就你们村种出来的药跟野草似的，市场上根本就没人要，用得着人家了叫人家强子，用不着了就让人家滚。你们咋那么牛逼呢？那个叫王二蛋的不是和你们一伙的吗？因为药材卖不出去就把人卖了，还有没有点义气？是不是在你们眼里不管是谁，只要影响到自己的利益，亲娘老子也一样卖？你们就是一帮彻头彻尾的小人，就算饿死也不值得同情。再在这拦着我，可就报警告你们聚众闹事了。有在这耍无赖的功夫，还是先学学该怎么做人吧。你们种的药材我替强子做主了，肯定不收，自己想办法解决去吧。不服气的就来找我，咱们碰碰。前辈老板指鼻子拍脸训了这帮人一顿，拉着我直接离开。强子，别觉得哥哥说话难听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人择邻而居，做生意也是要讲究一个运势的。你身边围着这种人会影响你财运的。听哥哥一句劝，以后离这种人远点，眼里除了利益就没别的。上车后，前辈老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。我点点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果不其然，远离了东山村之后，我的生意越来越顺，一连谈成了几笔大单。我的生意越做越大，生活顺风顺水，还真像前辈老板说的那样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人择邻而居。至于东山村的后来，我不太了解了，只知道接下来的那几年，他们种植的药材全都最后以极低的价格卖出，都赔了不少。而山洞闹事的村长也被他们冲进家里暴打了一顿。当然，这期间不少村民私底下都是给我打电话向我道歉。人的信任只有一次，没了那就是没了。